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台湾最敢并购的金融家台新金控董事长吴东亮。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主编洪林香，欢迎林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香。对，林香是我们负责主跑金融的记者啦，所以他跟金控业者也非常的熟，所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吴东亮。邀请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因为刚好今年财讯是50周年，那我们这次做了50周年的这个影响力人物的报道，吴东亮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那我觉得机会蛮难得，因为吴东亮已经低调蛮多年了，那所以这次他等于是从他自己的创业过程到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都有完整的分享。那我先请林香先介绍一下吴东亮这个人物好了。对，大家就是讲到吴东亮，大家都会想到他们的家族，吴火狮家族这样子。星光集团，对，他曾经是我们台湾的首富这样。印象中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星光的那些大楼，然后还有他门口那些狮子们，对，因为吴火狮，对对对对，有狮子，对。然后呢，而且他们家族有2个金控嘛，一个是星光金控和一个是台新金控。那大家对星光金控可能会就是最近比较常上媒体版面这样子。是。那台新金大家都会一直想到的是过去他跟张莹纠葛了17年的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对，那当然还好，就是在2年前退出了张莹，然后台新集团再出发，低调了这么久。因为过去可能跟张莹会跟那个财政部这边会有一些就是舆论战啊，或者是股权争夺战这些的。那吴东亮他自己就是比较低调，终于把这件事情解决了，然后保德信人寿他也把它并进来，现在变成台新人寿，所以他终于愿意就是分享他过去创业的故事。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吴东亮他是就是受到父亲的庇应或者是父兄的庇应这样子，所以才能够有今天就是创立了一个台新金。但其实因为在他那个创业的时候，就是他创台新银行的时候呢，他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他算是自己创业的逻辑啦。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星光集团按理说他并不是从做金融的嘛，对，他是从纺织、新鲜和新纺这边起家的。其实我觉得蛮可以理解啦。其实早期台湾的产业都是从这个石化啊、纺织起家做到最大，所以吴火狮也在那个时候等于是把家族的势力建立了起来。那吴东亮他在创业台新银行之前，也是在纺织业里面做吗？对，这是我们也是终于有机会能够听到吴东亮跟我们分享他以前他父亲怎么给他们的教育。大家都一直以为说在首富家庭里面就应该就是吃喝不尽啊，然后就是他们又有星光百货，结果完全不是这样子。他爸爸就是对于他们兄弟的那个栽培都非常的就是有计划有规划性这样子。就是吴火狮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出身困苦，他能够小学毕业还是他的老师帮他付学费，然后才能够完成学业。然后后来他就跟洪万传啊、林登山一起创星光商行，就是贸易批发这些开始，然后开始切入当时就是5、60年代台湾最热门的产业，就是石化、纺织。所以当时他在规划怎么样栽培小孩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吴东亮就说他大学的时候其实念的不是金融，他念的是化学。哦，那可以理解嘛，因为他原本要做的是石化化纤类的这个事业。对，然后刚好就是说，他就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吴火狮先生他就是跟日本那边在那个新竹那边成立了纺织厂，所以他只要大学的寒暑假都是在厂里面过，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就是就是富二代就会很开心，然后到处去 shopping 这件事情。但富二代进去公司里面实习也是他们的必考题啦，是啊，对他们的必修课程啦，对，不然他们接事业嘛。对，然后所以就后来他大学念完化学之后呢，他就爸爸又让他去美国去念书，念 MBA。那时候就开始台湾开始经济起飞，高速成长，可是他们其实筹资上面非常的困难，应该大家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的利率可能就是10几%，后来才慢慢不止哦，对，就可能不止，对，尤其是如果说你是那个急需的那一种的话，可能你要去借兵种啊，或是什么地下钱庄那种的，可能20-30%都有这样。了解。所以说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政府开放金融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希望能够自己开银行。了解，因为其实那个年代是这样，就是机会很多，但是要赚钱要有资金才能够做生意嘛。但是金融机构很少，不像我们现在借钱这么方便，打个电话就可以。对，那时候只有3商银、公股行库这样子。就那时候银行很少，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每一家有能力的企业都很希望自己开一家银行，是不是只有星光集团啦？对，所以才会
在开放的那个时候，当时是一次成立了16家的民营银行，而且一次那时候那个门槛其实非常的高，就是你要拿出100亿的现金出来。那个时候100亿多大呀？1991年的100亿，真的是很大。对。然后，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他父亲的规划，所以他就是有了一些历练，就比如他就让他去在美国的银行实习，然后回来台湾，也在台湾的公股行库这边实习，这样。所以呢，其实如果这个家族他们要成立银行的时候呢，当然就会觉得说是吴东亮来发起，但其实那个时候他也才41岁。对，应该是说那个吴火狮对他的栽培，就是希望他可以走上银行创业之路。但只是说吴火狮在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开放，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一些申请。所以你可以看看那个吴东亮他的经历，他在很多银行都待过耶，甚至待过倒闭银行。对，但是他也很有点骄傲的跟我们说，他可能是台湾极少数有经历过银行倒闭的经验的一个人这样子。因为其实他父亲在帮他规划他的金融历练的时候呢，星光那时候有接手一个华侨信托，那其实就是做放款啦，他们就让他入股了。当时其实是政商关系是蛮 tricky 的一个年代啦，所以说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你在做金融特许行业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使不上力，所以他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投资失败，然后星光要黯然的退出。那后来就在政府的规划之下，华侨信托就并入了世华，那世华就是后来的国泰世华的前身这样子。所以他看起来，你看他待过芝加哥第一银行，在那边实习过，对，华侨信托他刚刚讲，当然是常务董事，对，星光人寿，华南银行，第一银行，中华开发，对，他都待过，对。但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他父亲真的是很有心的栽培他，这家族也是早就已经准备要投入在金融业里面去了，对。所以41岁的时候，他政策开放的时候，他就接了，应该说就创立了台新银行，但当时100亿耶，他自己的钱吗？100亿当然就是家族的人一起来，但是因为当时就是在新银行在开放的时候呢，有要求要股权要分散，而且就是要有独立性啊，要有就外部人，就是当然还好，还有家族就是还有认识很多社会贤达，所以就是其实是算是一个社会集资，然后就是募集而成立的一个银行。但是其实这过程是非常辛苦啦。然后他也就是说，我觉得他这句话真是讲得很生动，说哇那的价敢扣，大家都会觉得说富二代应该要很开心啊，就是等着就是老陈去打天下，然后经理人去打天下，我就来当董事长就好。其实没有，他其实是一个蛮亲力亲为的一个董事长这样子。他其实也是从那个制造业那边待过，他也是很了解产业的需求。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关键，就是说他之前是在制造业，然后后来跨足到金融业里面去。当然他有讲到，他其实蛮感谢他父亲的栽培，以及非常感谢当时亲朋好友的共同赞助。毕竟100亿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金额。回来讲到说，他从制造业跨足到金融业这个领域里面，他应该有些衔接上的不适应吗？还是说有什么资源可以整合吗？我觉得他在分享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他去念 MBA 嘛，所以在管理上面他就是觉得还好。他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是放款，一个是贷款。譬如说就是在追求效率、服务品质上面就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因为譬如说像以前他们做制造业，他们只要对企业客户就好了。大家也知道，就是台新其实很重视消费金融这一块，他们面对的是要面对社会大众，所以他在那个服务客户的品质上面，他们就是要花更多的心力去沟通。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从制造业到金融业，其实过去金融业因为非常非常保守嘛，放贷当然比较紧缩，但因为他懂制造业，所以他对于放贷这件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当时就是一个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时候，金融业开放了放贷这件事情，对制造业应该会很有帮助。第二就是说，过去制造业基本上是 to B， 因为他们做的是上游的化纤纺织产品。当然银行的时候，他放贷之外，他基本上 to C， 一般的客户。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有助于他接轨啦，就是说从制造到金融这个部分，对，又跨了一个新的领域去。那我觉得他从自己的领域过去的经验，把 C 这段我做的还不错，因为我都蛮记得，就是那个玫瑰卡，对，像现在的 Richard 也很红啊，狗狗卡这些的，就很让人家就觉得有被服务到。像之前我们做财富管理的时候，其实台新一直都名列前茅，还有他的信用卡一些服务，他真的都服务的蛮到位的，对，那就觉得说，就是台新在这一块真的就是花很多力气在耕耘这样子。了解，这次我们会选吴东亮，然后采访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台新金控到现在变金控了嘛，他应该是最敢并购的这个金融的系统。当然，其实在金融业里面并购的案子非常多，但他自己讲，他说他真的评估了大大小小的案子，真的非常多，但最后成功的是12个嘛，对不对？为什么并购这件事情对金融业来说很重要呢？
他有跟我们分享到，其实就是因为金融是特许行业，那刚刚总编也有提到说，就是在台湾就是因为之前开放了16家，虽然后来有收敛，但是其实还是一个 overbanking 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竞争非常激烈。那如果说你只是要求一个平稳的状况，可能就收息这样子的话也可以，但是如果说稍微有一点企图心的，如果可以的话，他们都会开始看并购。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法规非常严格，就是产经要分离啊，然后经济要分离啊，所以就是其实台湾虽然一直希望能够做出一个金融国家队出来，但是因为政策就是可能就会比较保守，所以呢就是在金融并购上面，就是过去成功的案例其实不太多这样子，除非就是真的是没有人要接了，拜托你去接管的状况，像是保险啊或什么的这样子。但是如果是2家公司要合并，像去年最大的就是日盛和那个富邦的合并，也是卡了非常非常的久这样子。然后还有像国票啊跟安泰的状况啊，然后还有彰银跟台新啊，这些都卡了非常非常久。那金融业者他们都是希望说政府在于并购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更开放一点，对对对。吴东亮他也是这样觉得，也为什么就是他愿意出来竞选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的主要原因，他希望能够透过他的力量、他的影响力，然后让政府能够看到产业界的需求。而且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讲，就是台积电就是护国的神山嘛，他希望金融业未来也能够成为一个护国群山，因为其实金融业整个加起来的市值已经蛮大了，那如果说能够再让他们更成长，让他们在国内能够蓄积更多的能量，他们就能够有这个底气去打国际杯。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国外好像利率比较高啊，我们好像很多获利来源都是靠海外，但其实真的是海外的那个风险性也是很高的。在这次就是吴东亮他也特别跟我们分享到说，他接任那工商协进会理事长的主因，也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在更沟通，然后也希望说政策能够更开放，鼓励金融整并这样子。最近那个日本很夯嘛，股市很好，那他们也在讲说他们想要成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嘛。大家都知道说美洲贸易战之后，整个亚洲金融市场的板块在挪移，从香港挪移出来的资金非常多，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就是新加坡啦。那现在日本也有意要抢，那台湾这个我们的赖总统上台之后也想要打造一个金融中心的概念，所以如何把政策更开放，我觉得吴东亮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台湾的这个金融系统基本上都蛮健全，因为我们监管其实很严格，但我觉得我们在打国际杯的时候基本上缺乏规模，所以如何再把这个台湾的规模再做大然后可以打国际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他的想法，所以他也是为什么一直在做并购的原因。但讲到并购，那我就很想要谈到，因为其实台新并购彰银算是失败的案例啦。对，我觉得其实一个很大的规模，但却失败收场，但看起来并不影响吴东亮继续并购的意愿跟决心。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强我觉得这种万纳的加港口，要是我的话才不想。我觉得企图心这是我们访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真的深受启发。一个人要成功，起心动念就已经决定了啦。他的企图心有多强，决定他的事业格局有多强。真的。那我觉得吴东亮他对于并购这件事情的看法，基本上也是希望把他的事业规模做大嘛。那现在大家就一定很好奇，就是星光的事情。对，那我觉得他这次也算是有直球回答这件事情，就是到底台新要如何并购星光，他的说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蛮不容易的，就是魏豪本人，我认为说他有这么多金融并购的一个经验了，他也会知道说，就是如果说2家并购要成功，事前的沟通还有内部文化的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认为，如果说这时候就是星光需要帮忙，因为跟台新已经有长期的往来，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底气，且不论家族经营层和就是彼此的沟通就已经很多年了话，他觉得说这样的并购比较有可能会成功。所以董事会是已经正式通过在评估星光金的并购案嘛？对不对？双方的董事会都已经通过了。当然外界会质疑说，你为什么只考虑跟星光只考虑特定金控的并购案，而不是就是广泛的去讨论这样子。但是我相信就是在董事会这边会有一些考量啦。那像最近也有传出很多其他的金控也会希望说就是来评估一下看看星光金的状况。对。但是我认为可能他们只想要星光银行，他们不一定会只想要人寿。星光人寿毕竟是一个台湾就是前5名的一个寿险公司，所以如果要把它并购下来，其实是非常一个很大的挑战。吴东亮在这个时候，他展现出他不管是对于家族还是对于这个公司的期待，这个并购的期待，成长性的期待，他自己也说，如果可以成功的话，会是全台湾最大的并购案。因为虽然就是之前金额很大啦，对，因为之前的不管是星展并花旗，或者是说就是富邦并日盛，都没有台新并星光这个大。对，我
我觉得有2个层次的问题嘛，一个当然就是家族嘛，家族自己人有什么好不能讲的呢？不能沟通的，有很多不能讲的，其实很多困难啦，就是这个大前提。第二就是说，他就是要扩大规模，这也是很明显，这是就完全符合吴东亮的起心动念嘛，他就是想要透过并购来扩大市占率哈，扩大规模。但第3个关键，我觉得是政府的态度啦，对，就说政府怎么看这个并购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就是说政府过去对监理比较严格，所以到底政府乐不乐见这样的事情？他觉得因为金融业是特许行业，所以政府支持很重要。但他也提到说，这件事情如果能成，其实对产业是有重要意义在的。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就是他是希望能够让金融业成为一个护国群山啦。因为产业有2种成长方式嘛，一种是有机的成长，就是靠自己慢慢做，可能在制造业比较可能出现，像台积电。但是呢，在金融业的话，可能就是只能靠并购，因为一方面金融业是一个很成熟的行业，它如果说它要成长的话，它从既有业务上面去慢慢去扩大，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所以说，其实如果能够靠并购，然后能够取其中效的话，其实这个成长性会更立竿见影。他还讲另外一个重点啦，就是说基本上金融业可以提高服务业的薪水，金融的服务业是属于高薪，所以如果可以让金融服务业壮大，基本上带动就业人口的需求成长，就可以带动服务业的薪水增加。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点啦，来重新思考并购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对，像新加坡真的就是比我们整体国民的薪资真的就是高很多这样子，而且金融业好，因为它也会带动消费，这也解决了政府就是长期就是台湾低利率低薪的问题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一个企业家在发展企业的过程中，他如果对社会国家有贡献，我觉得是蛮值得思考一下说政策如何让这个好的事情继续滚动发生。那另外我其实蛮想再谈一个点，就是说因为其实吴东亮过去的经历可能有些人有了解，就是他曾经算是受害者嘛曾经 suffer 过嘛但是这次他谈到公益的时候，我觉得他竟然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理事。对，然后也是新生人的更生人保护协会的理事。对，他是先当更生人保护协会，然后后来就是犯罪被害人。对，那因为大家知道说他过去不愉快的经验，他愿意谈这件事情，老实说我也觉得非常的意外。那他又讲说祸福相依啦，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那我大概前情提要一下，就是他跟彭雪芬结婚的没多久，他其实就是被歹徒盯上，被绑架过，然后后来是彭雪芬去拿着赎金去把他救回来这样子。但是这我们重点就是因为其实最近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讲那个死刑，台湾要不要废死这个议题，就是曾经有把这个案子就把它拿出来讲。吴东亮他也是首次跟我们提到说30多年前的事情，就是影响他蛮大，因为当时他虽然有一段时间他去美国避了风头休养了一阵子，后来回来承办这个案件的检察长就一直很关心他，然后后来呢就是刚好更生人保护协会有个缺，然后就邀请他要不要来当理事长，他就笑说我心脏比较大颗啦，也没有想太多，觉得这是应该做的，然后他就去接了这个理事，就没想到一当就是当了20几年，所以他是先接理事啦。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接了很久，后来就是连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邀请他去当理事，然后来促成更生人和新生人，也就是犯罪被害人，他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在去年某种程度上面是一个和解。对，我觉得是对这个部分觉得蛮感动的。对，就觉得说他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但是呢他还愿意去放下，然后并且去接纳，甚至是愿意去提供协助，促进社会安全。那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他们其实没有很大肆的宣扬这件事情，他是甚至跟我们分享，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做了这么久，而且他有这样的起心动念。对啦，就是说能够让犯罪减少，基本上还是提高社会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嘛。那其实我们也蛮乐见说亮董透过讲出来这件事情，因为他以前从来都不太喜欢谈这件事情，自己走出来了，对，而且也跟这件事情做一个和解，我们这是觉得蛮不错的啦，然后觉得替他蛮开心的。对，我就是眼眶一直觉得很热这样子，对，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鸡皮疙瘩的事情。对，所以一个企业家不容易啦，就是说要从创业走到现在，然后碰到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走出来那我觉得这都是点点滴滴，不止他自己在成长进步，他也在台湾成长进步。那我觉得这就是财讯50年来记录了这些忠实的故事，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很多人大家都在为台湾这块土地努力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天河财讯
是到第192集全民夯买加密货币，独家专访全球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上市公司里面的留言。这一集其实反应很不错真的很多人会讲说你可以访到他很不容易谢谢真的他真的很厉害，他也很会讲他也很会讲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看比特币这一集，参考价值非常高。那我先念一下好了，那个财团吴德安先生吧，我猜应该是先生，他抖内了70元，非常感谢谢谢。对，然后另外一位是翔样嘛，他说竟然能采访到 Sailor，只能给赞了，是不是？真的很厉害，他而且就是觉得说真的是亲自大咖的那种想法，没有，而且他其实很随和，然后非常的愿意分享，那真的就像一个传教士一样这样。然后刚好我们最近主管机关也在考虑就是开放比特币 ETF 这个部分这样，然后我觉得做出了一些影响性和回应，那我就觉得很棒这样子。对，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多思考一下，因为毕竟投资真的非常多元啦。那最后一个请林香念一下好了。好，财团的 TY， 谢谢能让台湾人更了解区块链或比特币，而不是妖魔化，都是在做善事，谢谢你们。了解不一定要投资，投资选择都在自己，共勉之。没错，他真的说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做这个题目的原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林香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现在是财讯的周年庆期间，也欢迎大家踊跃订购，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